Hello， 这是我的美国10日公路之旅的第3集。上一期从月球陨石坑离开，再住进 Teton Village， 而第2天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地，那就是大提顿国家公园。大提顿国家公园的结构呢还挺简单的，景区就是围绕着提顿山脉 Teton Range 从南到北展开。Teton 这个词源自法语，在很久以前，没有什么文化的法籍皮毛猎人看到这些拔地而起的雪峰时，就给他们取名 Les Trois Tétons， 3个大欧派的意思。没有想到这个名字就沿用至今了。提顿山脉没有任何的丘陵过渡，所以它的视觉冲击力很强，而且山脚下环绕着几个冰川侵蚀融化而成的湖，所以高山湖水这个景区还是非常的秀气的。而且从这里一直连接到北部的黄石公园的区域呢，是美国观赏野生动物最好的地方之一。有多好呢？好到我们一进公园就看到了一只野生的黑熊。这么容易就看到熊的吗？好大一只啊！围满了观众，但是大家都很安静。好在这只小黑熊正在忙着找果子吃，对我们这一群观众完全没有兴趣。在北美，虽然说黑熊的危险等级被认为低于灰熊，但是安全距离跟防熊喷雾依然必须标配。有熊出现的地方，公园的巡护员也会随后出现，会在现场确保安全。我们到了 Jenny Lake 了，跟预期的一样，人很多。现在 Visitor Center 看一下。这边就是 Jenny Lake 了。Jenny Lake 呢是公园里面最有名的一个湖泊，整个湖水都是冰川融化后形成的，所以很清澈。这里也是这个公园最主要的活动中心之一。我们将会从这里坐船到达西岸码头，然后开启一个非常经典的徒步路线，大概10公里左右。很近的水，高海拔的水就是。排队上船路人还不是很多。渡船服务呢，只在夏季开放，大约在5月份到9月份这个样子，可以直接在码头买票。今年的价格呢是单程12美金，往返20美金。坐上船路，呀呀呀呀呀！蛮多老人来的。这条徒步路线真的很热门，也算是挺好走的。它连接了几个主要的景点。首先呢，是一个藏在深山里的 Hidden Falls，然后你可以再往上爬到一个叫 Inspiration Point 的观景点，在这里可以看到整个 Jenny Lake 的全景。再下山，沿着西侧的湖岸走，一直走到下一个湖泊，叫 String Lake。这里附近有一个比较悠闲的 Jenny Lake Lodge 可以坐一下。最后呢，再沿着东侧的湖岸走回到出发时的码头。小河流的声音真好听。这里的路修得蛮好，完全没什么问题。有老人就表示这个路肯定不会太难走。但是我昨天睡得很不好，所以今天有点累，要慢慢走。哇，这里好凉爽啊，沿着河流，还有一点冰呢。船上的向导说 ，Jenny Lake
全年中有半年的时间是结冰的，他们大概在2周之前才完完全全解冻。哦，看到了这个 Hidden Fall， 好有冲击力啊！让我想起了克罗地亚那个16湖国家公园。这个第一个景点 Hidden Falls 虽然真的藏得挺深的，但是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有气势很多，它的落差也很大，跟之前在 Silver Falls 公园看到的秀气小瀑布很不一样。接下来我们要去 Inspiration Point， 需要稍微爬一小段。而且旁边没有防护，所以要比较小心一点。这里是一个小休息站了，已经有非常好的湖景了，但是真正的还在上面。虽然我们还没有走到真正的 Inspiration Point， 但是我们觉得在这里看已经差不多了，因为我们后面还有一个8 km 左右的徒步路要走，所以估计我们就走到这儿就结束了，就先下去了。但这里的景色已经很不错了。哦，我们走下来喽！哇哦 ！How do you feel so far? Very good. 晚上要到码头了，但是呢，我们不坐船回去，我们就继续沿着湖走。哇，好蓝哦 ！Pacific Ocean, so clear. OK， 我们要去 String Lake。这里人一下就少了很多。我比较喜欢走这种这种叫泥路嘛，有点软软的，走起来很舒服。从东岸码头一直到 String Lake 的这一段路，行程大概有5公里左右。开头那一段，首先要穿越这一片小树林，然后呢还有一片小森林，景色有点单一，稍微比较无聊。不过后来景色就越来越好了，因为步道它也越来越靠近 Janey Lake 的湖岸，可以随时走到湖边看一看雪山倒影，玩玩跳石。直到最后接近 String Lake 的时候，提顿山脉又换了一个角度出现在眼前，而我们在的那天刚好万里无云，所以景色显得非常的梦幻。好舒服啊！哇，好凉爽啊，这个地方。哇！
这里是 Jenny Lake Lodge 林中小屋，景色非常不错。这个 Jenny Lake Lodge 呢是园区里面的高端住宿区，价格很贵，但是这里的环境很好，非常宁静，完全没有码头那里的喧闹感。看着这些特别精致的原木小屋，还有搭配着背后非常壮丽的雪山，好像有一种穿越到了瑞士的感觉。现在我们沿着马路走回去 Jenny Lake Visitor Center 那个停车场，这个就完全就是马路了，所以走是很好走的，只不过没有那么好玩而已。旁边时不时会有车，哇，他准备的好好，又是雪山。我们又走回树林里了。回程的路呢，还需要再穿过一片树林。走完这一段，我们就又回到了 Jenny Lake 的东岸。这里有一个休息区，因为天气真的非常好，有很多小年轻就直接下水游泳了。我们就选择坐下来泡泡脚，歇一下。说实话，其实我也很想跳下水，非常的心动。但是这种高山冰川湖，就算在大夏天，水温也是非常刺骨的冰冷。对我来说，泡脚都已经到极限了。环绕着 Jenny Lake 的徒步结束后，我们就切换到了开车游玩模式。第一站先去了公园里比较有名的一个游客中心 Drake Thomas Discovery and Visitor Center。这里的建筑设计用了大面积的全落地玻璃，很通透，很有现代感，可以直接看到外面连绵的提顿山脉。这个是真的吗？真是。哦，还可以看到一些毛的。Well said。这个游客中心就连观影区的屏幕背景都是一整片透明的玻璃墙。在观影开始之前，窗外的山脉就像电影的景色一样框进到影院中。这应该算是我见过最有格调的游客中心影院了。Grand Teton National Park lies at the heart of an 18 million acre expanse called the Greater Yellowstone Ecosystem. Each year, the mountains receive an average of 400 inches of snow. While the Teton Range is geologically young, the granite core of the mountains dates back some 2.8 billion years ago. The continued motion over millennia has created the spectacular topography of the Teton Range and the Valley of Jackson Hole. 这是视频里面提到的大黄石生态系统，它的范围很大，被认为是地球上所剩无几、保存完好的大型温带的生态系统之一，保护着大量的动植物。下一站，我们继续往北开，到了 Signal Mountain Lodge 这一带。这里的风景和 Jenny Lake 那边风格感觉很不一样，提顿山脉显得更加远了一些。但是眼前的这一个 Jackson Lake， 它的面积其实要大很多，远山近水，恍惚间有一点点桂林山水的感觉。这一个区域的游客明显更少了，所以如果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放松、看日落，住在这里应该会特别舒服。从前面那个 Signal Mountain Lodge 往上开20分钟左右，可以到这个 Signal Mountain Summit。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西边，也可以看到东边，两边的景色都一览无遗。这片大地，画着。
Yeah, I see a lot. 哇，超级多蚊子。总的来说，这个 Signal Mountain Summit 不是特别推荐，因为蚊子超级多，景色也就还可以。Jackson Hole Overlook， 我觉得这个应该会比山顶好看，起码这里没有什么蚊子。So this is not the overlook. Okay, but here's also a nice view. 我明白他说为什么有点像桂林的感觉了。那个山的形状从这个角度上看有一点。我们现在到了 Jackson Lake Dam 水坝。在最后要去吃晚饭之前呢，我们在这个 Jackson Lake 水坝稍微停一下。据说这个水坝也有100年的历史了。挺有意思的是，我们在这里看到好多飞来飞去的燕子，忙着社交跟筑巢，密密麻麻、叽叽喳喳的，还挺神奇。哇！我们玩了一整天，终于到了这个 Jackson Lake Lodge 来吃晚饭了。我自己很喜欢这个地方，因为这里不需要登高，视野也非常的开阔，几乎可以看到整个完整的提顿山脉。大厅里也有好几家商店可以逛一逛。我们点了一些吃的喝的，找了个舒服的位置，一边欣赏风景，一边等着日落。只是唯一有一点可惜的是，这里的餐厅在晚上7点半之后，可以点的菜品就会少很多。如果可以吃一口热乎的话，那就完美了。很快下山了。走啦！拜拜 ，My grand boots。月亮当空照。夏天的好处就是日落特别晚，给了我们充足的时间慢慢玩。看完了日落，我们就准备回酒店休息了。不过在回去的路上，还会顺道路过最后一个非常有名的观景点 ——Snake River Overlook。因为传奇风光摄影大师 Ansel Adams 在1942年站在这里拍过一张非常经典的黑白照片 The Tetons and the Snake River， 成为了美国西部风光的一个代表作。不过因为河岸的树木长高了许多，现在已经无法完全复刻当年的视角了。第二天呢，我们又一次的开车进入到了大提顿国家公园。不过这一次的目的就不再是游玩，而是直接穿越整个公园，前往我们的下一站——大名鼎鼎的黄石国家公园。虽然只是开车路过，但是沿途还是忍不住又多看了几眼提顿山脉，也有停下来休息一下。说实话，明明昨天已经看了一整天了，但是第二天再欣赏，依然还是会被它的壮丽给震撼到。哎，坐下来休息一下。虽然现在是一大清早，没什么好休息，但是求一下，挺好的。相比于大提顿国家公园呢，下一站的黄石国家公园，它的规模要大很多，地貌景观也截然不同。我们在那里也安排了好几天的时间玩，实在玩不过来。OK， 那么关于黄石的游玩经历就下期再分享吧，拜拜。